Hello Hello， 耳机里屏幕前的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呀！我是你们的主播青青阳，又和大家见面了。今天咱们聊的这个话题，我猜是很多人的社交小难题。第一次和别人见面，到底该怎么聊天？不管是朋友介绍的新朋友，工作场合的合作伙伴，还是相亲对象、聚会偶遇的陌生人，只要是第一次见面，很多人瞬间就会开启紧张模式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怕说错话得罪人，只能尬笑附和。好不容易找个话题聊两句就冷场，空气里全是尴尬的气泡。我以前也是这样的社恐选手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朋友带我参加小型聚会，介绍我认识他的同事小敏。刚坐下我就手心冒汗，心里打鼓，该说什么好？问工作会不会太正式？问爱好会不会没话接？憋了半天，我挤出一句：你今天挺热的吧？小敏点点头说还好，然后两个人就陷入了长达3分钟的沉默，我只能假装低头玩手机，不敢抬头看他。那次之后，我特别害怕第一次见面的场景，总觉得自己嘴笨，不会聊天。后来慢慢观察身边的社交小达人，我才发现他们不是有多会说，而是掌握了聊天的底层逻辑。第一次见面，聊天的核心从来不是聊出精彩内容，而是建立舒适的连接。今天我就把自己总结的第一次见面聊天指南分享给大家，全是实用好操作的方法，从开场破冰、话题选择到避开雷区、冷场救场、优雅收尾，一步步教你告别尬聊，轻松聊出好感。首先，第一部分也是最关键的一步，开场破冰，用低风险话题打破沉默。很多人第一次见面聊崩，就是开场太冒进，要么太正式，要么太私人，一下子就拉开了距离。最好的开场是从当下场景或对方细节入手，低风险不尴尬，还能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关注。给大家3个记下来就能用的开场公式。第一个公式，场景观察加轻松提问，围绕眼前的环境开口，对方不用刻意回忆，接话毫无压力。咖啡馆，这家店的拿铁味道还不错，你平时更爱喝拿铁还是美式呀？朋友聚会，今天的小蛋糕看起来好精致，你尝过草莓味的吗？好吃吗？工作场合，咱们这个会议室视野真好，你平时办公的地方也这么亮堂吗？第二个公式，细节赞美加简单延伸。赞美一定要具体，不空洞，别只说你真漂亮，你真厉害，要夸小细节才显得真诚。穿搭，你这条围巾颜色好好看，和大衣特别搭，是自己挑的吗？配饰，你的手链好有设计感，是旅行的时候买的吗？口音，你说话的口音好好听，是不是南方人呀？第3个公式，借助中间人共同缘由。通过朋友介绍、工作对接、相亲见面的，直接用共同连接点破冰，瞬间拉近距离。朋友介绍，我听 XX 说你也喜欢看悬疑剧，他总说你推荐的剧特别好看，有空给我列个清单呗。工作对接，之前和 XX 对接项目，他说你特别专业，今天终于见到本人了。相亲，我听介绍人说你也喜欢爬山，我周末偶尔去近郊，你一般都爬哪座山呀？说完开场，接下来第2部分，话题选择，遵循从浅到深的原则，选安全又有延展性的话题。第一次见面，话题别太浅，也别太深，遵循3层递进，有话聊，不踩雷。第一层，基础安全话题，开场5到10分钟，轻松无压力，不涉及隐私，快速互相了解。兴趣爱好，你周末一般喜欢宅家还是出门呀？美食旅行，我最近超爱泰餐，你有没有私藏的泰餐店推荐？热门影视，最近那个综艺你看了吗？里面的实习生好厉害。小技巧，别查户口式连环问，要提问加自我分享。比如对方说周末爱看书，别追问看什么书，可以说哇，我特别佩服能静下心看书的人，我最近在看治愈系散文，偶尔翻2页超放松，你一般看什么类型呀？第2层，
中度延伸话题，氛围轻松后，进一步了解性格与生活态度，连接更紧密。工作趣事，你做这行多久啦？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小趣事？学生时代，你在本地读的大学吗？我大学超爱校门口小吃街，现在想起来还流口水。家乡特色，你是 XX 人呀？我一直想去旅游，听说那里的 XX 特别有名，是不是真的？第三层，轻度共鸣话题，聊得投机时，产生精神共鸣，好感度飙升。我最近发现，放慢节奏过日子反而更舒服。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我一直想学烘焙，现在只会烤曲奇，但特别有成就感。你有没有想尝试但还没开始的事呀？当然，有适合聊的话题，就有需要避开的雷区话题，这也是第三部分。第一次见面，这5类话题千万别碰。1. 隐私类，收入、存款、房产、感情经历、家庭矛盾、身体状况，别问。2. 争议类，政治、宗教、性别对立、敏感社会事件，容易吵起来。3. 吐槽抱怨类，一直吐槽同事，抱怨生活，会显得负能量满满。4. 攀比炫耀类，炫收入、房子、车子，瞬间拉开距离，让人有压力。5. 查户口式连环问，只提问不分享，像审问，不是聊天。聊到这里，可能有朋友会问，青青阳，万一聊天过程中还是冷场了怎么办？别慌，第4部分我就教大家冷场不可怕，3个小方法轻松救场。第一个方法，自我调侃，化解尴尬。冷场时别低头玩手机，主动破局。完了，我脑子突然断片了，本来想说个趣事，结果忘了，让你见笑啦。看来我们都是慢热型选手，这样也挺好，慢慢聊，不着急。第二个方法，转移话题，回到安全区，聊不下去就果断换话题，用对了，说到这个自然过渡。没关系，工作本来就挺累的，咱们不聊这个。对了，你平时喜欢看电影吗？最近有没有好看的推荐？第3个方法，借助外部道具，用咖啡、蛋糕、手机照片当新素材。你看这个蛋糕造型，是不是特别像动画片里的小城堡？我手机里存了几张旅行照片，特别好看，给你看看。最后第5部分，聊天收尾，优雅告别，留下好印象。第一次见面，不仅要聊得好，还要收得好。优雅收尾能让印象分翻倍，甚至埋下下次见面的伏笔。这里有3个实用收尾方式。第一个方式，真诚感谢加简单总结，适合工作朋友介绍的见面。今天和你聊天特别开心，终于知道 XX 为什么总夸你有趣了，希望以后还有机会交流。今天多亏了你，帮我了解了很多行业情况，真的很感谢。有空我请你喝奶茶。第二个方式，埋下下次见面的伏笔，适合聊得投机，想继续接触的人。你刚才说的那家日料店，我早就想去了，下次有空咱们一起去尝尝呀。你推荐的那本悬疑小说，我回去就下单，看完了和你分享感受。第3个方式，礼貌告别加简单祝福，适合普通见面或对方有事要离开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今天聊天很愉快，祝你接下来一切顺利。你忙的话就先去忙吧，今天认识你很高兴，咱们后会有期。不管哪种收尾，都要注意不拖沓，别对方要走了还拉着聊，会显得没眼力见。聊到这里，今天的核心内容就差不多了。最后，我想和大家说一句心里话，第一次见面不用追求聊得完美，也不用强迫自己做社交达人。真正舒服的聊天，不是你说了多少漂亮话，而是你有没有拿出真诚的态度。你认真倾听，真诚分享，尊重边界，哪怕偶尔冷场，偶尔说错话，对方也能感受到你的善意。就像我后来再见到小敏，我不再紧张，开场就说，上次见面我太紧张了，都没好好和你聊天，今天咱们慢慢来。结果我们聊了很多美食和旅行，现在还成了不错的朋友。所以别再害怕第一次见面的聊天了。
记住，开场找细节，话题由浅入深，避开雷区，冷场会救场，收尾要优雅，带着真诚，慢慢来，你一定能和陌生人轻松聊出好感。好啦，今天的播客内容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到那些害怕第一次见面聊天的朋友，让你们下次再遇到陌生人能从容开口，告别尬聊。愿我们都能学会好好聊天，在第一次见面时用语言搭建起连接的桥梁，遇见更多有趣的人，收获更多温暖的情谊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清新阳，我们下期播客不见不散，拜拜。